听说南方从来不会有寂寞，听说在海边世界没有尽头。你哭着告诉我，你和他梦想的种种，我会是你雨天的湖泊，拥抱你的温柔，好想看你的笑容。对离开的他说，你心中那份美丽怎么找都不会再有，轻轻触摸未来遥远的风，有一天你会找回你的梦。幸福是看得透，而不是舍不得他的所有，慢慢触摸天空暖暖的我，我带着天黑了也不会走。你的快乐除了他还有我永远守候，不要难过。你们的钢琴不错，我要叫我爹地来买的。我只是来试钢琴而已嘛，又不是犯法，你为什么捉我？慧儿，你是慧儿对吗？喂，安琪，不要跟那个女人说话，也不要听她说什么，马上离开那个地方，也不要让她跟着你，知道吗？可是……你不要问那么多，照的话去做就是了。哦，小妹妹，你的名字是不是有个慧字？不知道，又或者有个安字？不知道，你好烦哦！你生日是不是6月8号？你生日是6月8日，你爸爸姓吴，对吗？那你妈咪呢？我妈咪进去了。慧儿，慧儿，慧儿，慧儿。干嘛走路有气无力？干嘛不回答我？是不是在生点力气？你想问我什么？你想问我那个女人是谁，对吗？我不认识。我不是常常提醒你，
不要跟陌生人讲话，你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目的，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你，提醒你要小心。就那么简单？嗯。你既然那么不放心，为什么不干脆进来带我走，而要用电话提醒我啊？你是不是怕那个女人看到你？当然不是啊，我根本不认识她，干嘛怕她看到我？我是不想进去那间叫我滚蛋的学校，再不想碰到那些家长和校长。怎么了？我不满意你的答复。什么满意不满意啊？我是你爹，你不是你的犯人。我叫你不要到处乱跑，等我下班，你怎么就是不听？这件事不要再提了。我已经打电话辞职，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卖咖喱饺了。你也以后不要到那边去找我，知道吗？我在跟你说话，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啦，可是我心里还是有很多疑问。那你就忘了他。有些疑问，即使得不到解答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，我要知道为什么那个女人知道我名字里有个安字，为什么她知道我生日是在6月8日，为什么她知道你姓吴，为什么她看见我就流眼泪，为什么你要叫我避开她？该让你知道，我会让你知道；你不该知道，我不会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小，还不到时候让你知道。爹地，现在的小孩子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笨了，有很多事，即使你不说，我也会想，会猜。那个女人是不是我妈咪？不是。那我妈咪呢？她死了。那为什么没有照片，没有灵位？我说她死了就死了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什么？你自己喜欢吃的雪糕？怎么啦？眼睛红红，嘴巴扁扁，他的脸又黑黑的。你们两父女吵架喽？喂，安琪，不吃雪糕啦！迪亚，又怎么啦？朱莉，上次你跟我提的事，我考虑过了。什么事啊？让安琪跟你到澳洲读书。那件事我都没有再提了。我知道你一定舍不得安琪的。你尽快带她去。尽快带安琪到澳洲。你舍得哦？什么时候可以走？学校那里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快的话下个星期就可以走了。那好，就下个星期去。为什么那么忽然？别问那么多了，茱莉，安琪就拜托你照顾她。没问题，我对澳洲非常熟悉，在那里读了那么多年的书，我相信安琪一定会喜欢的。徐玲，那么早就下班了？徐玲，徐玲，你不要碰我！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自清根本就没和朱丽叶结婚，他和我女儿也一直在新加坡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只希望你能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。难道你以为吴志清会回到你身边吗？他是个自负、冷傲的家伙，在他眼中，很多人都不值得一提。他自私而冷酷，翻脸无情。他是那种只要你对不起他，他这一辈子都会记得的人。他现在对你没有爱，只有恨。我不管他恨不恨我，我只要认回我女儿。这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以志清的性格，他一定会跟女儿说，他母亲已经死了。他绝对不会让你认回女儿的。我马命进去。
即使知青在恨我，我还是要认回我女儿。原来是你的小混蛋！一大早吵什么吵的？阿丽姐姐回来了没有？干嘛啊？我有重要的事情找她。他现在正在逍遥快活呢，连我这个妈妈都不记得了，他怎么还会记得你这小混蛋呢？可是她说她会回来的。那你就慢慢等喽。你之前不是说阿丽姐姐的亲生爸爸已经死了吗？为什么他还会回来带走阿丽姐姐？是啊，他是已经死了，不过现在他是死而复生啊，他是僵尸啊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，去上学，去上学了。因为我亲生爸爸做了对不起他的事，他抛弃了我们，所以也许他还活着。不过，在我妈的心目中，他却已经死了。如果那个女人真的是我妈咪，她一定做了对不起爹地的事咯。我请你吃意大利面吧。你又想拐带小孩？那，你还说不认得我？进来吧，我是这里的厨师，我请你吃面。妈咪。阿丽姐姐，你在哪里呀？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。注意！阿离，阿离，你怎么样了？哎呦，真的是急死人了！你为什么要跟那个没有良心的东西走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大家都在担心你哎。我知道，谢谢大家那么关心我。来，我看看，啊，看你有没有瘦了。没有啦，注意。有啦，我就说有。我啊，有时候想到你，我就要流泪。你那个后父呢是衰人啊，生父呢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不管你跟了谁啊，你的下场都是一样的可怜。注意，我没有你想象那样惨啦。我妈呢？哦，好像上了洗手间了。哎，回来了，佩佩，快点来呀！阿丽回来了。在看厕所死人头啊！真的是瞎了眼啊！连我都不认得，硬要跟我收1毛钱，结果被我骂到臭头了。妈，下一次他敢跟我收钱，我就一脚把他踢进马桶。他不知道我厉害。阿丽在叫你啦。叫我干什么？人家现在有亲爸爸疼了，还回来干什么？他回来就好了，你能不能讲一点好听的？对不起哈，好听的话我不会讲。你呀，注意，就让他说吧。他不骂我，嘴巴会不习惯的。怎么了？才2天就挨不下去啦？厉害的话就不要回来喽。佩佩呀，好是你这张嘴巴。我知道，我这张嘴巴又酸又臭。我很奇怪哦，我这张臭嘴说出来话常常都会变真的。那我不跟你说了，没2天他肯定会跑回来的。给我说中了。我没有说要回来。
阿离呀，你妈是钢牙嘴豆腐心，她嘴巴骂你，她心里疼你的，你不要听她说啦。我知道。妈，你找人带我唱布袋戏吧，我想暂时待在他那边啊。他帮我安排了工作。工作？什么工作？在歌台唱歌咯，明天晚上就开始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要学人家跑歌台，你能唱吗？试试看吧。我12岁啊，就跟着你跑布袋戏了，也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工作。你老是说我眼睛看不见，没有人肯请我，也没有什么事我可以做。但是我相信我能做的事很多，而且能做的比那些眼睛看得见的人还要好。所以就试试看咯。你看啦，你看啦，他还以为他有多厉害，想学人家当歌星啊！不是我要看衰他，像他这种料啊，唱唱布袋戏还可以，当什么歌星嘛？你要是能当歌星啊，我早就当了，还轮到你？好了啦，好了好了，要唱啊，唱到你够啦，看你能不能唱出个春天来。死人头啊！这么多年了，还用这招来骗人。以前啊，他还不是这样跟我说，要栽培我当什么歌星呢，帮我出唱片，让我红遍新马港台。结果怎么样？连个屁都没有啊！只有像你这种笨蛋才会相信他。阿离，你妈说的没错，你那个生父啊，真是的，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说他啦。总之，他说的话你不要全信哎。我知道，谁对我真心，谁对我假意，我都知道。阿丽姐姐，你终于出现了。你知道我很想念你吗？你很想我吗？想啊。我也很想你啊。你今天怎么没有去上学啊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没病，可是我看我是被学校开除了。开除？你做错了什么事啊？昨天逃学咯。那我们走。啊，到哪里去？去学校找校长理论啊。阿丽姐姐，我其实有更重要的事想跟你说。他连你生日都知道啊？不止生日，他还知道我名字有个安字，他还知道我爹地是姓吴的，他好像什么都知道。那你怀疑他是？我妈咪。阿丽姐姐，我跟你的命运很像，所以老天才让我们碰在一起。是吗？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有爹地，可是你妈咪说他已经死了，其实他根本就没死。我有妈咪，可是我爹地说他已经死了，其实他根本就没死。那只是你的猜测罢了。要不然我爹地为什么那么怕我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？那个女人为什么一看到我就哭，还知道我那么多事？没关系，阿丽姐姐有魔法，我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校长，我一直都很敬佩你对学生的耐性，也很敬佩你有教务类的精神。我相信这些日子你也看到安琪的进步了。虽然她还是很顽皮，不过同学们已经开始接受她啦。她有时候也会偷懒。不过比起以前，他已经算是非常努力了。他最近的作文还拿很高分呢，这些都是安琪努力得来的结果啊。这我都知道，所以我一直对安琪有很高的期望。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给开除了呢？我开除他？安琪，怎么回事啊？爹地真的叫我不用再来上学的。啊，是安琪他爸爸帮他办了退学的手续。喂，无名啊，你在哪里？我正在买东西。安琪跟你在一起吗？我们刚刚要离开学校。我和安琪都有话跟你说。好，我现在就来。Julie， 这里麻烦你哦。安琪。爹地。你还好吧？我很好。
Daddy， 阿丽姐姐说她明天要去唱歌。唱歌？我的生父帮我安排了去跑歌台。那不适合你啊。反正我的选择也不多，唱布袋戏也是唱，唱歌台也是唱，不就去试试看咯？那么急找你来，不是要谈我的事啊？你为什么让安琪退学？哦，那件事，我想帮安琪换一间学校。为什么？她现在这间学校很好啊，校长又有爱心，老师又负责任，而且我也刚刚开始喜欢我的同学了。安琪现在的成绩很好，最近的考试有3个科目考到 A， 我想可以去一间更好的学校吧。我不要 ，Daddy， 我要读现在这间学校。可是我已经帮你办退学了，那间学校你报了没？下个星期就可以上课了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读现在的学校。有些事不是你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。不公平！不公平！不公平！你再说100次不公平也没用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不公平！去哪里？去厕所，去洗脸了，才不会气得爆炸。吴明，你怎么了？这跟你以前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。你是不是因为那个女人的出现才会这么做？安琪都告诉你了。安琪是个聪明、敏感、很有想象力的孩子，你是不可能隐瞒她太久的。安琪真会想象，其实事情并不是她想的那样。我已经告诉她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你也不要太担心。小孩子闹一闹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你真的认为是这样子吗？安琪是不是在安慧啊？你是因为不想让那个女人找到她，所以才把她的名字改成安琪，对吗？而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的名字，这也是因为你不想让那个女人找到你，对吗？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跟安琪一样，真会想象。如果这都是我的想象，那请你告诉我，安琪碰到的那个女人究竟是谁？你没有必要知道。是不是正如安琪所说的，是她妈咪？安琪的母亲已经死了。你变声音很厉害，真话假话骗不了你。你该听得出我说的话是真还是假的。如果你不确定，我再说一次给你听。安琪的母亲已经死了。Julia， 乖。别，安琪啊，来试试看我给你买的冬装。Auntie Julia， 你为什么买冬装给我？Daddy 没有跟你说吗？没有啊，说什么？我叫他让你呀陪我去澳洲玩几天，他答应了耶。呀，你怎么没有跟他说啊？他现在不是知道了吗？安琪啊，你的学校呢下个星期才开课。那你就陪安迪 Julia 去玩几天啦。你长那么大，飞机没坐过，连国也没有出过，人家会笑你的嘞。没关系，澳洲啊现在啊很冷哎，所以我给你买了很多件冬装，给你试试看。那Daddy去不去？我不去了，我要找工作。你Daddy啊，怕我吃了它啦。如果你还不确定，那我再说一次，安琪的母亲已经死了。不是白米饭，怎么可简简单单？
哎呀，想人家全部在哟！喂，你怎么无声无息的站在我后面？我哪里有无声无息啊？是你太投入了。你也快点练唱吧，明晚就是我们的处女唱了，你可别丢人现眼啊！你自己唱吧，我想出去一下，你帮我开门好吗？喂，不行不行，昨晚让你偷偷溜出去，被你的老爸臭骂一顿。他已经跟人家签了约，如果你一去不回头，他用什么来赔偿人家啊？我会回来的。不行，你给我乖乖待在这，哪里都别去。可是我真的有重要的事啊。好，你要我开门也行，你就把这只叉子给扭弯它。喂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叫我把叉子扭弯吗？不是叫你用手，我要你像那天一样，这样对着它，它就扭弯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装蒜了，快点，我看你用什么魔术。你是说那一次我真的把叉子扭弯了吗？哇，你这个人真会做戏哦！快点把叉子给扭弯它，不然你就别想出去了。是真的我办到了，我真的办到了。姐，怎么没有吃面啊？我在冲凉。你冲凉45分钟了嘞，你看面都冷了。小姐啊，你以前不是老是骂我冲凉好像圣诞吗？怎么现在你自己也是啊？我老是觉得身体很脏，怎么洗还是脏啊。姐，没事吧？我昨天不小心踩到狗屎。这么倒霉啊？对啊，我已经把那双鞋给丢了，不过我还是觉得身上有狗屎味。我闻一闻。不会啊，很香啊。还是觉得不对劲，等一下再冲多一次。姐，你不要冲了，你现在有 baby 的。我怀孕的时候冲凉冲久一点，妈就敲破门要我出来了。别说这些了，你不是要上班吗？还有时间，我去帮你热一热面，你等下要吃哦。今天在想什么？我突然间想到，我应该去验血。这些医生都会帮你做的，验血、验尿、验血压，都跑不掉的。我是说，艾滋病。巧啊！你为什么来这里？身体检查。你呢？验血咯。你知道我们做这种工作啊，很麻烦的啊，有些怕死的啊，还要拿验血报告给他看。Tina， 你不觉得脏啊？你不知道那些男的跟谁在一起过，你能够忍受？哎呀，把自己当木头就行了咯。太脏了，真的是太脏了。Miss A， 你怎么了 ？Miss A， 你是不是觉得我脏？Tina， 你不要误会。Miss A， 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Tina。有2个可能：第一，怀孕是你的荷尔蒙改变，所以你会觉得很烦躁和不安；
这容易解决，我会开些药给你吃。而第二呢，伟强的事给你打击很大。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很果断、很坚强，其实你的内心里是很脆弱的，一直都有挥不去的阴影。英琪，我鼓励你去看心理医生。不用了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可以克服的。小姐，请问你是不是那个小女孩的姐姐吗？我在等你。她的名字叫安琪。刺青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改了？我知道了，她是害怕我到学校去找她。刺青还是那么的恨你说的刺青是？就是慧儿的爸爸。你们不知道他叫吴自清吗？不知道啊，我们都叫他无名的。无名？我不再是吴自清，我是无名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无姓无名过日子。我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。即使有再碰面的一天，你、我也是陌路人。小姐，叫我阿离好了。阿离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们父女现在在哪里？我不能告诉你啊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对安琪不利啊？怎么会呢？我可是她的妈妈。可是我听得出无名他很担心你找到安琪。我明白，我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因为我做了一件他永远不会原谅的事。我读学院的时候认识自清，我们彼此相爱。可是我知道他的心里有一样东西比我更重要，那就是弹钢琴。他的钢琴弹得很好，他的心愿就是到维也纳去参加钢琴大赛，成为出色的钢琴家。但是他这个理想被他父亲无情地撕烂了。你不可能成为音乐家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这方面的天才啊！自清因此跟他父亲决裂，我们决定到维也纳去闯一闯。到了维也纳，我在一间意大利餐厅打工，他顺利地考进音乐学校。那段日子，我们过得很辛苦，可是也很开心。徐玲，你愿意嫁给吴自清，跟他共患难、同富贵吗？我愿意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晚上的。那个晚上，天空里是不是有很多星星？嗯。可是后来，他却开始对自己失去了信心。他说，他原本以为自己是天才，不过，原来比他更有天分的人多的是。我不断地鼓励他，他终于决定参加钢琴大赛。但是，后来，我照旧在意大利餐厅打工，自清则在一间酒店的西餐厅弹琴。可是他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在那种地方弹琴的。我知道他忍得很辛苦，
他应该回到表演舞台上，他绝对有这样的条件。他只是对自己失去信心罢了。不过，在我不断的劝说下，他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Hello, madam. So, how do you like the piano? We like it very much. We'll consider it. Thank you. 你看，这样不是又可以练习一次吗？可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！你需要一架好的钢琴来练习的。不用，我不用了，我用这个方法就行了。这次的钢琴比赛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结果，却发生了那件事。Sorry 啊，我了你老婆。子清，我知道，我不管给自己找什么理由，都无法弥补对自清的伤害。他的目标和希望是神圣的，而我却做出了那么肮脏的事。就算我这样真的帮到了他，他也不会开心的。我真的很后悔，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？不止自清看不起我，就连我也看不起自己。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。我不期望自清会原谅我，我只希望能认回我女儿。阿离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晚上的。城市里的星星没那么多，数来数去，看得见的只有8、9颗。哦，那要到哪里去才能看到数也数不清的星星啊？比如说一望无际的大草原。你去过啊？那时候我在国外，有一晚参加了一个在大草原上举行的音乐会。音乐会结束了，四周很静，我走到钢琴前，弹了一首钢琴曲。那不是很浪漫吗？那个时候有没有女生在你身边啊？肯定有。是安琪她妈妈吗？安琪说，她出事不久，妈妈就去世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提起你的伤心事的。你一定很想念她咯，所以才会常常独自一个人上天台来看星星。是吗？无名的心里应该还是很爱他的吧？我该怎么做？我应该告诉他无名和安琪在哪里吗？哇，怎么车还没回来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迟才回来？你看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我们哪里赶得及？你老爸原本要我们6点钟到那里排队的，歌台是先到先唱的。英琪姐，哇，他没出声音，你都知道他在这里，你真的会魔术啊？是啊，如果你敢欺负我的话，我就用魔法来对付你。我哪里敢欺负你？我要关心你都来不及呀！你问他，你还没回来，我在屋子里担心的团团转呢。那倒是真的。啊，我不要说这么多了，我帮你去拿衣服啊。英琪姐，你怎么会来啊？开始嫌我烦了？才不是呢，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我。你真的要去跑歌台啊？嗯，唱唱歌我应该还可以啦。你老爸借不到车，他叫我们先去做德式，在德式上我才帮你化妆。不用了，我这样子就行啦。
你这样子哪里行？总要补一点粉，擦一点口红嘛，不然的话你在台上那个灯光一照，你就会像僵尸一样。那快点去换。这个时候是到不到得事的，我看我送你们去吧。哦，谢谢你哦，快点去换。喂，你不要把我画得很像猴子的屁股一样。你都没有看过猴子的屁股，怎么知道猴子屁股怎么样？收音机说的，人家形容化妆画得很夸张，就像猴子的屁股一样咯。不会的啦，我会帮你画到像孔雀一样。英琪姐，你有没有碰过一些事情很困扰，想来想去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？当然有啦，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，我跟他在一起5、6年了，过后又觉得他很没用，所以想要跟他分手，可是心又很矛盾，分又不是，不分又不是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分了，现在后悔到要命。为什么？他发达了，以前老是觉得他笨头笨脑，谁知道他会做生意，现在人家看我都不看一眼了。所以说，你要做决定的时候，一定要想清楚，不然的话，你可能会失去一个机会，一个你深爱的人。来，哎，在这里，在这。我给你们介绍，他是今晚的台主，叫猫哥。猫哥。今晚你们能够登台啊，多亏猫哥的关照啊。猫哥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你们排第3、第4，每个人唱2首歌，看观众的反应如何，再决定要不要加唱啊。谢谢猫哥啊。深刻简简单单，爱要像肉酱，全部掺在一起才浪漫。你可千万别嫌烦，爱不会要大的该怎样就怎样，表情片不过是想爱呀刚刚。说一说，想一想，有什么值得隐瞒？嘴说不放心，却不敢。想一想，说一说。谢谢你啊。加油啊！无名，我来支持你。谢谢你啊，无名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要谢我多少次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谢你到永远。到你了，无名，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。不会，我会在台下看着你。着眼角，未来看不见路。